我是个背着500斤剑管的瞎眼乞丐，却在入宗大典上测出圣品空灵根，引得天地异象，连宗都破关御剑飞出。可谁知道，这8年我是怎么熬的？8年前，姐姐在前府做工，被活活累死。娘亲重病被害，赌鬼叔父竟想抢走姐姐的买命钱，忍无可忍，我手刃叔父。一位神秘老者看破我的命数，暗中观察后，将我带走收为孙儿。这8年，我日日练拳，夜夜药浴。下山时，爷爷赠我500斤的神秘剑冠，再三告诫，无论何事，剑冠不可离身。时间到，没有登上阶梯的，可以回去了。尔等既拜入我宗，便须遵守门规，投机取巧者出列。哼！老夫是宗门的司行长律，名魏老。现在开始灵根测试。王虎，古龄13岁，金水真灵根，可入玉金峰或幻水峰。即日起，便正式成为苍云剑宗外门弟子，族中父母可获金银100两。哈哈哈哈哈！终于出现了一位真灵根的少年。苏长老，这名弟子不如就让给我们玉金峰吧。孙长风，可以给你灵石500。哈哈哈，给了，我给还不行吗？讨个头筹的彩头。不知道这一届的弟子能出来几个天灵根的。今年也不知道能不能给我门下那些崽子挑几个师弟回去。木系灵根的怎么就这么少呢？你还在这儿哭穷呢？再不计上一届，你们青木峰不还是分到了接近20位弟子？老子狂雷峰到现在都3年了，没有新弟子了。3年了，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为何那高台之上的长老怎么就吵起来了？金系天灵根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竟然是天灵根！你叫什么？回长老，小名叫钱少阳。好，日后你就入我玉金峰，哈哈哈哈哈！正式成为我玉金峰内门弟子。我也可以收你做核心弟子，你意下如何？怎么？难道你还有老乡在这边？不，一个能用自己亲姐姐姓名换10贯铜钱之人，我可不熟。只是在下有些好奇，这样的人，苍云剑宗也会要？如果真是这样的人，任凭他天赋逆天，苍云剑宗也绝不会要。谁是谁非还不一定，怎能听一人之言？况且那小娃娃又不是接不下这一拳。该死的瞎子，你想怎么样？村口的狗叫了，其他的狗也跟着叫，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叫。没错，我是从你前府拿了10贯铜钱，可那是你们前府将我姐姐做工活活累死的钱，就连你们府中下人把她扔出来的时候，那钱还被你们给克扣了。
下人身死，主家赔钱10贯，历来如此。那会儿我就一个念头，那是我姐最后的尊严，必须给我。那又如何？我是天灵根，你呢？怕是连灵根都没有吧？孙长风，区区一个天灵根，你就要破宗训吗？今日你若敢拦我，我就连你一块揍！来样点儿！钱少阳，天灵根又如何？品行不端，我苍云剑宗绝不收你！你不是也很想看我这个乞丐有没有灵根吗？那你就睁大了眼睛好好看着，千万别眨眼。好，今日就算你是3系杂灵根，我狂雷堪也要了。测灵珠都碎了，你怕是连3系杂灵根都不配拥有？聒噪！那个，这玩意儿不知道咋就炸了，不用赔钱吧？快去擎天峰把测灵杯取来！你们该不会是想的那个吧？难道是天灵根之上的王品灵根吗？难道是真的？这么多年，好像只有12年前出现过一次王品灵根吧？没错，那个人就是现在的大师兄，宗主的座下弟子武岩。难道真的没有灵根吗？那测灵石为何爆裂？测灵者姓名：楚京晨，圣级灵根，空灵根。啥玩意儿？空灵根？那不就是没有灵根吗？这都能算圣品灵根？玄火，玄火，杀力极高，我还能教你练气，炼丹也成。滚蛋！杀力高还得是我们金系，剑修修习金系灵力如虎添日啊！咸水，咸水，我幻水峰全是女弟子，道侣都好找。玄土，土！哎呀，我收你当关门弟子，我的乐风都给你。来我青木峰，我让峰主收你当关门弟子。老夫也不是不能收徒，你3、500年都没收过弟子，能教导个屁！我向大家解释一下何为空灵根。空灵根也被称之为空灵之根。这个灵根最珍贵的地方，就是修行之人可任意选择8系中的任意一系，作为自己的主灵根，并且选择的灵根纯净程度远远高于天灵根。那么，楚京晨，你要选择哪一系灵根呢？那个宗主啊，你看那小子身后背着的，像不像大号的剑侠？依我所见，这小子绝对是选的金灵根。依你所见，你能看到啥？万一他选了土呢？哎呀，万一选土，选个串串土，选土我吃3斤人中黄。哈哈哈哈！金个屁！老子狂雷峰的雷系灵根才是杀力最高的。小子选择雷系。哈哈哈，没事，跟随你的内心选择就好。弟子楚京晨入狂雷峰，觉醒圣品雷灵根，上炼气丹3枚，下品灵石300，宗门贡献点500，狂雷峰别院一座，准。
狂雷峰弟子无需消耗贡献点，可入生灵台3次。谢宗主钦点。谢宗主赏赐，擎天峰的事就包在我身上。哈哈哈哈哈！还不知道前辈名讳。老夫乃是狂雷峰28峰长老雷震，你可以叫我雷八峰长老，或者叫老雷头、老酒鬼都成。那我还是叫您雷八峰长老吧，其他的太唐突了。雷八峰长老，咱们苍云剑宗瞎子也要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小子眼瞎，可心不瞎呀！真不知道你爷爷是什么人，能教出你这么个怪物。身后的东西怕是有200斤吧？500斤。当我没问。苍云剑宗，这是一个值得托付性命的宗门。瞎子又如何？瘸子又如何？我心有道，残缺能束缚。好一个我心有道，残缺能束。好一个苍云剑宗，难怪爷爷点名要让我来这里。楚爷爷，今天新弟子入封仪式你不去吗？不去。圣品灵根选了雷系做甚，还是个瞎子。哼，今天这样的日子，楚云天都不来吗？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狂雷峰3年没有这么热闹了，再怎么着也要过来看看。既然人已到齐，弟子楚京晨的入封仪式正式开始。宗主传承38代，渡劫境飞升仙界者1人，大乘期2人，合体境3人，炼虚境5人，化神期15人。历代宗主在上，手中剑不止弱者，心中剑不畏强敌，平天下不平之事，杀天下该杀之人。苍云剑宗必定举全举全宗之力护你周全。加入狂雷峰所属。这是你的身份玉简，切记，一定不要丢失。哼，楚云天，你要不要收他为弟子？小子，你愿意拜我为师吗？弟子楚京晨，愿拜您为师。好，我楚云天今日收弟子楚京晨为关门弟子，日后还请八峰长老多加照顾。你身后背的东西是剑匣吗？是我爷爷临走的时候给我的，他说这是剑冠。如果以后再有人问你，一定要说这东西就是剑匣，不然会惹上杀身之祸。为什么？剑冠只有达到法器，甚至很多修士在元婴之境的时候还在使用法宝，即便是元婴修士，也难得到一件古宝级别的佩剑。甚至很多修士在元婴之境的时候还在使用法宝。第1日授课就敢迟到，那就都给在外面站着。断体之法，炼气之道，就算是天灵根，这一步也是快则3天。
想当初，我可是以天水灵根天赋，足足用了2天半，而这小子就这么在我的第1堂授课上突破到了炼气1层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我不过是引气成功，突破到了炼气1层而已。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体内的杂质，修仙入道会渐渐排出体内这些杂质。你就先回去收拾一下吧。其他人这会儿可以看一下面前的断体功法，以及引气口诀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。第一上课就直接离开，有些不太好啊。但身上的臭味实在让我有些无法忍受。你小子这是突破到炼气境了？你不是在上课吗？在课上就突破了？这不，弄得一身狼狈。哈哈，不愧是我徒弟，还真是技惊四奏啊！哈哈哈哈！苏荷可是和你们讲了灵虚和命势？所谓灵虚，就是修仙者在18岁之前达到筑基境，便可通过特殊的仪式和阵法，开启灵虚。灵虚存在于灵台之中，但绝大多数人的灵虚都是空空如也，只有极少数人的灵虚中会存在物品、杂物或兵器法宝，皆无定数。而所谓命势，则是在突破金丹时的天人之感。若是有幸，则会有上界仙人赐下命势，可短暂借用仙人力量对敌。苍云剑宗老祖便是飞升上界的大能修士，因此宗内弟子大都能获得命势。灵虚之事，乃是出生之时便早已注定，有或没有都一样，并不影响你的修道之路。这个储物袋你拿着，你尝试着调动灵庭内的神识接触一下。不是黑白了，师父，我看到了颜色。快起来，去青天剑锋广场。师父，这是怎么了？先前那钟声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苍云剑宗的警钟之音，很少会敲响。一旦敲响，所有在宗门内的弟子都要迅速赶往擎天剑锋广场。应该有弟子触犯门规了。到底是触犯了什么门规，竟然需要如此大动干戈？涂魁，我让你做玉金峰的峰主，哼，你就是这样管教徒弟的？好一个名下弟子，好一个玉金峰，仙门弟子，好大的威风！要不是那老妇人走了足足12天，走上苍云剑宗的山脚下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们玉金峰弟子在山下是如此的威风。我还不知道我苍云剑宗竟然出现了如此禽兽不如的败类！我看上那女子是他的福气，凭什么我要受到惩罚？况且我还给了他100两为银，他才是占了天大的便宜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你没错？妄为仙门弟子！
一个20岁就踏入筑基境的天才，就这样被废掉了丹田。那女子原本在3日后就即将成亲，那小姑娘将此事早就告诉了你，苦苦哀求，你却强行，还出手打伤了那老妇人。小姑娘自觉无颜面对未来夫君，在你走之后便悬梁自尽，我苍云剑宗羞愧呀！啊！宗主，宗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给那姑娘的奶奶赔礼道歉，金银补偿，这就退出苍云剑宗，给他们家当牛做马。你觉得这个弟子该如何处置？必杀！我不希望再有人触犯宗门门规。如今身为玉金峰峰主，教导无方，即刻撤去图窥玉金峰峰主之职。弟子犯错，师父无法免罪，就由你亲自带着这孽徒的尸首，去给那老妇人一个交代。图窥领命。哼哼。为何你会觉得此人不能饶？这世间的很多人都是经不起人性的考验的。对于那名犯了错的弟子来说，他自己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错，他觉得自己也乃是仙门弟子，身份高贵，看上那山下女子时，是那女子高攀了。况且以那弟子的心性，若是今日放过他，难免会下山寻仇。不错，若是今日放走了他，那老妪恐怕也凶多吉少。所以我说此人不能放过，原因很简单，以儆效尤。苍云剑宗的门规门风不可破，也是给所有人敲响了一个警钟。看来自己这个关门弟子不光是空有一份妖孽的天资，其心性更是细如发丝。你炼气1层的境界已经稳固了这么多。师父，我刚还在想问你这个问题呢。为什么我丹田里面的气旋只有拇指大小啊？这是丹田的根基。别看它现在只有拇指大小，但这却是你开始修道的根基。当你把现在的丹田用元力填满的时候，你的丹田大小也会随之拓宽。你的丹田，这是啥？啊！你的丹田，这是啥？师父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修炼出错了？你并没有感觉到丹田的不适是吗？如此看来，这小子不光是修炼速度非常快，体内的丹田大小也是异于常人。修炼资源日后必定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没事，非常好。既然你现在已经引气成功，并且丹田核心已经聚炼完成，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去擎天峰的藏书阁，挑选一部适合你自己的功法。有了修行的功法之后，你才能主动去吸收天地灵气以及灵石内更加精纯的灵气。如此一来，才能将吸收的天地灵气转换为自己可用的元力。九转行为经，地级中品残篇上半部，却是金丹境之后的功法，定级为玄级极品功法。师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想看看你拿到了什么功法吗？拿了一本残篇。你没拿到那本混元天雷功？
没事，等你到了金丹的时候，到时候为师带你去一些拍卖会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碰到更好的功法。比起当初泡药浴的痛苦，这点扯疼痛简直已经温和的不能再温和了。糟了，忘记告诉他，冲破经脉之时不能急于求成，可以每天突破一点。可这个时候强行打断他的话，很有可能经脉会受到损伤。原本我还在想，这臭小子在突破一部分后，就会自己退出修炼状态。可现在看来，他已经将体内所有的经脉打通，并且已经开始了运转第一个周天。现在他体内的丹田顿时扩张了数倍，而且体内的功法运转速度也越来越快，渐渐的变成了本能一般。今天就可以尝试突破到炼气6层了啊！我能感受到是你吞噬了我体内的元气。如果你听得到，我希望我们能谈谈。我只说最后一遍，谈不谈？真是给脸不要脸！就算你是比天还厉害的法宝，如果不能为我所用，那你就是个废物。滚远点！你没有任何资格拥有我。你没有资格穿新衣服。这是曾经楚大山最常说的一句话，是老子这辈子最不愿意听到的话。什么是资格？区区剑灵而已。能现身而出，还是偷了我的元气？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段位？你又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趾高气昂？你凭什么这么高傲？就凭我是。沉睡了不知道多少年，竟然会因为你一个毛头小子心生怒气。今后你修行的元力，我要一半。我让你在筑基之后动用里面的一把剑。拜拜了你，不稀罕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什么玩意儿？一个偷我元气的剑灵而已，装什么装？老家伙，这是你第2次威胁我。臭娘们儿，我只给你3次展露杀意的机会，错过这些机会，我必杀你。我孙子吃软不吃硬，想跟着他，我劝你服个软。好，我还给他。
怎么着，赖上我了？我们可以好好谈谈，我可以把吸收你的元气都还给你。坐下谈。你是谁？剑灵。那剑匣里面的剑灵，剑匣里面一共几把剑？那你可有名字？现在的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如果不知道叫我什么，就叫我剑灵好了。凭你现在的力量，无法承受其中任何一把剑。或许当你到了金丹境，才能勉强掌控第一把剑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了。不过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这得再吸多少啊？还要一直吸收。那岂不是说，以后我修炼得来的元气都要分你一半？这次只是为了我的苏醒而已。在你筑基之前，我可以不要了，但是后面必须分我。我一会儿可以把吸收你的元气都还给你，但是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给我分一点。哼，你想的倒是挺美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以后我会指导你修炼。一个小小金丹，就算是曾经突破到过元婴，也不过如此罢了。我所能教的东西，这天下没有一人能够办到。这种运转的方式，可以将我现在的修炼速度提升整整3成。这是那部残篇功法的后续。这种垃圾功法，后续推演不是再简单不过了。不过这本功法倒是挺契合你的灵根的，所以在化神之前，倒是不着急换功法。瞧不上也没说给我一本品阶更高的功法。无论如何，你不要死。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不要死？以他这种境界层次来看，绝对是个了不得的东西。以后离这娘们远一点，毕竟能随手改写功法的人，都不是我能随便惹得起的。京晨，京晨，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听小冉说你去了后山悬崖，人呢？你别想不开呀！那个师傅，没啥事儿，我就是去后山扔了个垃圾。臭小子，你说谁是垃圾呢？你每天修炼还是不要太过紧绷。你从入门至今的修炼速度，已经不弱于一些强大势力的核心弟子了。修炼乃是长久之道，不要太过于着急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过2天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也可以去任务阁做做任务，顺便还可以下山走动走动，多长长见识。不知道若是自己真的跌境了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师傅肯定要急死。既然你我已经是绑在了一起，那我就会全力帮助你提升实力。你可以用神识感受一下剑匣，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空间。什么样的空间？储物空间？储物空间？你是不是有些太小瞧我了？这是什么？你把灵石嵌入进阵法之中试试。就这？现在你所在的祭坛空间和外界的空间，时间流率的比例是2比1。是我想的那种2比1。没错。我靠！这时间流露不一样，这可能吗？有何不可能？只不过10块下品灵石，最多也只能维持1个时辰，便会被消耗干净。若是中品灵石，则可以维持1天；上品灵石则可以维持1个月。唉，好是好，就是太费灵石了。你还是要努力修炼，
争取早日筑基。等你什么时候能够突破筑基了，你就可以动用黑色棺材装器里的第一把剑了。哼，现在最主要是搞钱。嘿，小瞎子，你去干嘛？都好几天没看到你了。小包子，你说你怎么每天都这么无忧无虑的？难道不该如此吗？爷爷告诉过我一句话：什么话？纵使滔天浪太头，只需一笑莫须愁。怎么样，我学的不错吧？是啊，小小少年又何须愁容满面？你每天有包子吃，便是最幸福的事情。又有何发愁的事儿？有的。哦，是什么事儿能让你如此发愁？每当我抢不到包子的时候，我就很犯愁，到底吃什么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玉金峰转转？好耶！走走走，我要骑大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明明非常清醒，可身体怎么就动不了？动啊！动起来！给老子动！现形符，显！哪里来的幽魂野鬼，竟然敢吸人阳气！入魂符。最近星云镇发生了许多命案，可和你有关系？仙师，不是小女子所为，还请明察。我最多不过是等人在此破屋停留，吸收些许阳气，维持魂魄不散罢了。我从未杀过人，还请仙师放小女子一马。我这20年来，从未走出过这山头半步。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这20年从未走出过这山头？因为小女子的骸骨就在这山后，所以我没法离开骸骨的10里范围。一旦离开，我就会魂飞魄散。既然如此，你可想入黄泉轮回？我可为你引渡。仙师，我能不能过2天再轮回？那3日之后，你来此地，我再为你引渡。谢谢仙师，谢谢仙师。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星云镇，还得从那耗费灵石的时间祭坛说起。今早起床，我便发现自己的灵石已所剩无几，于是来到了擎天峰的任务阁，在阁中接到了一个不错的任务，要求调查山下镇子上出现的游魂。传言那镇子最近多有男丁死于非命，闹得人心惶惶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抵达了这处山间破庙，准备过夜。没想到刚睡下就遇到了这一幕。我有些不对劲儿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会猜不透一个少年的心思。屁的道长，我看你就是个想要骗钱的神棍。就是，好吃好喝的供着，啥事儿没干。哼，依我看，他就是来骗钱的。我们还是等苍云剑宗的仙师吧。我已设法3天，本应昨晚上那厉鬼便会现身的。我哪知道他没出现呀！哎呦，别打脸呀！谁家的孩子，快下来！那可是我们镇上的神树，你怎么上去的？可是苍云剑宗的仙师，老朽剑名古一红，携星云镇村民拜见苍云剑宗仙师。苍云剑宗狂雷峰弟子楚京尘受托来此。仙师，
你可要救救我们星云镇呐！这短短数天的时间，已经死了4个人了。现在整个镇子都人心惶惶。最近的事情已经传到附近的10里8乡了。如此一来，也就引来了不少神棍过来招摇撞骗。仙师，请跟我来，去我家中坐一下，我给您说一下现在的情况。古老，我前天下山的时候，任务之中才说，死了3个人，现在就4个了。没错，镇子里的王二狗就在前天晚上死的，死状极惨。有多惨？要不，我还是带你亲自去看看吧。也好，正好了解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仙师，这就是那王二狗的住处了。他也正是前天身死的，还没来得及收拾。事情仿佛并非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看来是个厉害的家伙。这会儿可以让人把尸体收拾一下，尽快下葬了。天气热，再过段时间尸体就臭了。仙师，对付这个恶鬼，你有把握吗？有没有把握，也要试过才知道。我应该会在这里暂住几天，白天阳气太盛，那厉鬼也不会出来作恶。今晚我试试他，我还真没有什么把握。一会儿等他们走后，我得请剑灵支援一下。林灵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，搞了半天是在这里强撑啊。简单，等到丑时2刻的时候，你只要坐在南方靠窗的位置修炼，自然就会引他出来。为什么是丑时啊？丑时乃是一天12个时辰中阴气最盛的时候，靠窗的位置当然是方便他下手了。至于修炼，你这童子之躯不修炼都像是夜下的灯笼，修炼不过是多加几根蜡烛的作用罢了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这次我可以出手。怎么，担心我啊？还要亲自出手？看来你是真想，连自己几斤几两都认不清楚。担心你，我是怕以后我没地方吸收元力，厉鬼的邪怨之力我也能吸收一些。在你筑基之前，我总要从其他地方吞噬一些力量。稳了。快把星云镇的任务等级提高到3级，条件提升到筑基以下不准去接。接到指令，改变任务等级，条件提升到筑基以下不准去接。快看看是谁接了这个任务！我刚刚得到消息，那镇子上的厉鬼冤魂根本没有那么简单。查到了。说话呀！是谁接了任务？狂雷峰弟子楚京晨。现在只能祈祷那少年无事，我才能够免受一些皮肉之苦。若楚京晨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这管事不光做到头了，还会受到极为严厉的失职惩罚。我该叫你李兰花呢，还是张翠芬呢？谁？我才不是张翠芬那个贱人！贱人！贱人！倘若是挨上了这一击，自己绝对会重伤。李兰花，
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鬼，到我了吧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你要保他？不一定。其实我有几个疑问。那山上的尸骸应该不是你的，那就是那个寡妇张翠芳的。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那个贱人！没错，他们都是我杀的。张大牛，也就是最后一个该死之人。少年，你若是拦我，就休怪我不客气。看来镇上的隐秘之事是真的，这个女子也正是整个事件的主人公。李兰花从小父母双亡，被人贩子割去了舌头，卖给了烟柳之地，一直到她30岁的时候，没有了任何价值，又被人贩子卖给了星云镇的张大牛。早已厌倦了红尘的李莲花，这个时候终于觉得自己苦尽甘来，可以相夫教子。然而贪得无厌的张大牛没过多久，就和镇子上的寡妇张翠芬厮混在了一起。而曾经那个洗衣劈柴、任劳任怨的李兰花，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。镇子里还传出了些许风言风语，说李兰花不知廉耻，烟柳之地待久了，到处在镇子里勾引男人。我才没有勾引男人，是他，是他！哦，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凭什么？就因为我是哑巴，就要承担一切骂名和侮辱？他们才是最该死的人！张大牛就是个畜生！竟然让他们几个侮辱了我！这么说来，破庙树下的那具骸骨，就是张翠村的了。没错，我生死了那个贱女人的魂魄，一口一口的咀嚼而下。没想到得头却因此了更强的力量，我要复仇！我要他们所有人都不得好死！你要拦我，那我便把你也杀了！终究是个可怜人，半生苦难半生苦，一点福都没享受到，反倒是落了个水性杨花的骂名。我对自己这不堪的一生没有半点良念，可唯独赎身之后的清白，我看得比命还重要。小女子化作冤魂之体，从未加害过任何无辜之人。小女子自知仙师有宗门之命不可违，可还是斗胆请仙师替我伸了这个冤。我知道真相，可所有人都不知道。又或者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是他们选择了闭嘴。好像一样，又好像不一样。你看到了吗？那被你们欺负致死的女人。委屈吗？那些诬陷你的人，比你更知道你有多委屈。愿仙师仙途坦荡，是吗？是。若非如此，我修仙所甚。对你来说，筑基之事才刚刚开始，所以你的基础一定要打好。能在炼气阶段将你的丹田扩大多少就扩大多少，这关系到你将来的长生路能走多远。好的，
我会牢记师傅教诲，师傅慢走。关于这一点，这小家伙的想法倒是没错。怎么听这话这么别扭？小家伙，我师傅现在都200多岁了，还小家伙？你知道炼气境一共有多少层吗？炼气共计10层，不是修真界公认的事实吗？唉，难道不是？这或许是修真界的普遍认知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炼气其实一共有13层，只是现在的修真界已经丢失了10层之后的修炼之法，这才造成了所有人的认知中只有10层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13层？怎么可能？如果真有的话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只知道10层？再者说，10层炼气突破就是筑基境了啊，哪有什么下一层？这真的是炼气13层的修炼口诀？这突破炼气10层所需要的灵气也太庞大了吧！我这是突破11层了呀！你这修炼速度虽然不能和上界的一些天才妖孽相比，但也非常不错了。不过，接下来的12层和13层怕是有些困难。那可不一定，不要小看我，我要烧水洗澡去了。京晨，一会儿收拾好之后，来一趟殿中。我得好好想想怎么把七夕的事糊弄过去。毕竟修真界公认的炼气境只有10层，现在这11层是怎么回事？再说了，怀璧其罪的道理我比谁都清楚。这要是被哪个更强大的势力给盯上，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件事就是烂在肚子里，也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你突破筑基了？没有啊，这不还是炼气10层吗？难道我感应错了？没筑基，就是偶有所感，不知道为啥，就感觉丹田又大了一丢丢。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收了一个什么样的徒弟，他各种各样的出其意外的事情太多了，我干脆也不管了，只要他身体没有问题就可以。叫你来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有啥好消息？我们和其他宗门共同执掌的云梦仙宫就在1个月后开启。这次苍云剑宗分到了5个名额，有你一个。什么云梦仙宫？类似于仙家秘境之类的吗？那是一个神秘无比的秘境，每100年可以开启一次，但是每一次里面秘境都不一样。云梦仙宫就像是一个连接了不同的秘境入口一般，但是这些秘境一般都能得到不小的好处。所以这一次你的名额弥足珍贵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我正好也准备离开宗门一段时间，不然突破炼气12层和13层的时候根本不好解释。其他没什么事了，你回去准备好好修炼。你小子现在就是每天练剑，灵咒一到，你最好还是别落下。这叫云舟，即便能够达到灵气，远距离的旅途一般都会选择乘坐云舟。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在镇月宗的势力范围，借此机会也和你们说一下我们周边的势力都有什么：青龙岛、万仙剑派、紫霄剑宫、七贤门，最后就是我们和镇月宗了。方圆10万里内，就我们这6家门派势力要大一些，剩下的不足提提。这里面以苍云剑宗、镇月宗，还有万仙剑派为首，实力要强于另外3家。而6家宗门势力，则是联合执掌那云梦仙宫。想必你们也都知道了云梦仙宫的玄妙之处。沈长老，如果那云梦仙宫真的有那么神奇的话，不怕引来其他人的觊觎吗？你问的问题不错，因为这云梦仙宫有一个弊端，就是这秘境只能让炼气期的弟子进入，并且每一次秘境所发现的东西，几乎都不会超过金丹境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秘境对于境界实力更强的人来说，并没有什么大用。
难怪没有人来抢夺，原来是因为用处不大。小百通镜有意思。什么是百通镜？就是你们所谓的这个云梦仙宫啊。因为上界修士的大能遗留，形成了这样的秘境。这些秘境会是十分自然的吸引虚无之中的空间碎片，与其相连。天才也就罢了，关键是比别人还要更加努力。楚云天倒是收了个好徒弟呀。他是谁？沈长老，那艘云舟是哪方势力的？船头的那个家伙又是谁？赵玄竹，万仙剑派这届弟子里面非常优秀的一个家伙。万仙剑派一直都和我们不对付，回头在云梦仙宫秘境里面，对方若是挑事，就给我狠狠的揍他们！我说沈兰，你们苍云剑宗就穷成这样吗？这破云舟一直都舍不得换，慢得要死，所有人都在等你们。灵咒282，雷鞭。区区青龙岛执事也敢对我大放厥词，哼！这次就给你一点教训，免得以后祸从口出。臭娘们儿，你们等进到云梦仙宫之后，想法弄死他们几个！弄死我们？没想到这次苍云剑宗竟然是沈长老亲护送弟子前来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哟，看来今年苍云神宗收了几个了不得的好苗子啊！这可是我们今年的入门弟子，实力比你们这几个小家伙还是差了点啊。我们两家弟子进了云梦仙宫之后，可是要相互帮扶啊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，请。诸位，想必你们也都和门下说过规矩，秘境之中，生死自负，里面的恩怨不能带到外面来。既然准备好了，那就准备入云梦仙宫吧。如果在里面遇到危险，该出手就出手，该杀人就杀人。这次进去之后，以楚京城为领队。切记，一定不要在里面突破筑基境，否则会被瞬间传送出来。祝各位好运。你们也进去吧。七仙门。速来帮我！我被发现了！抓到你了！他遇到你也是够倒霉的。要不，算了吧。他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六宗之间多有往来，总不能杀了他吧？此时森林之中，除了我们以外，其他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就算是把他杀了，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去死吧！
这是你唯一一次可以心软的机会，因为这个后果我承受得起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会抛下你，让你自生自灭。我告诉你，这秘境之中既然说了生死勿论，那就别把它当做一场游戏。命只有一次，我不想让一个心软的人拖累我。我们尽快离开这里，他们的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找到这里。如果你不走，就不用走了。走，我走。楚京晨，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很快，你就会知道了。等等，有人！叶枫、钟离，你们俩从后面绕过去，距离500丈。等我出手之后，你们再现身。你发现七仙门弟子的踪迹了？不然你以为他把那个人的身份御姐拿走干什么？钟离，跟我走。都是些温室里的小绵羊啊！柯景林东，你跟我从东方过去。一共只有2个人，速战速决。既然已经有了争执，那就斩尽杀绝。爷爷从小就告诉我，一旦和人有了矛盾，要么不出手，要么就彻底解决这个麻烦。好一个苍云剑宗，竟然敢杀我七仙门弟子！有何不敢？你们果然还没走。苍云剑宗倒是出了个心狠手辣之辈啊！哼，废话真多。我乃七仙门内门弟子，你们不能杀我！不好！楚师兄，你他妈自己想死就自己死，别拖累别人！刚刚要不是林东刚替你拦下几剑，你他妈早死了！不想杀人，那你就把脖子露出来给别人杀！踏入修真界，就别想着独善其身。你不杀别人，别人就会杀你。转不过来这个弯儿，我劝你还是自废修为，下山去相夫教子。走吧。既然想好了修行，就别那么心慈手软。我们几个都是一条船上的，如果你还是这样，我们只能把你放弃掉了。北边，走！花羽鬼根、紫玄枝，竟然都是2阶巅峰的天才地宝。看其体型，
起码都是已经筑基的妖兽了。我可不想跟这2头妖兽有什么冲突。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？百丈环的山洞里有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太乙宝银。真的？哼，爱信不信。我想去那个山洞里面看看，你们要一起吗？去啊！他们都拿到灵草了，我们怎么着也得找到点其他好处啊！那好，趁着那2头妖兽没回来，我们抓紧进去看看。切记一旦危险就抓紧跑。我也要去。既然已经决定了改变，就默默承受，别摆着个脸。如果不想改变，没人逼着你改变。柯勤守在洞口，如果那2头妖兽回来了，立马通知我们。走，我们几个跟我进去。别怪他，都是为了你好，让你守洞口，完全就是把我们的命都交到了你手上，切莫辜负了我们。快走，那2头妖兽已经在返回的路上了，还有100丈。以那2头妖兽的实力，除非我能现在突破筑基，否则所有人都要死。可一旦我突破，我就会被瞬间传送出秘境，留下的众人同样必死。不好，来不及了，上洞顶！龙烈，你收割完辟谷草后，是否抹除了身上的气味？胡天寒，快出来！快别出事了！走。什么人？真他娘的是个怪物！我在那潭水之下拿到了2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快拿出来看看，是啥好东西？啊，是太乙宝银，还这么大一块。你说有2样东西，另外的是啥？玄宝灵砂，好家伙，这么大一块，发了！等出去之后，这些东西卖掉之后平分。我也有份吗？当然有份，刚刚你就做得很好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再往前好像有很多建筑，看样子好像是某个宗门秘境。此处妖兽为何如此之多？难道是月守宗门？老楚，你要帮忙，这个忙必须帮，并非是我们和镇月宗关系好，我们已经撒了7仙门的弟子。万仙剑派里面有人和我不对付，就是那个钱少阳，而他们又和紫霄剑阁明显联合在一起了。青龙岛的人，我们刚到就起了冲突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给自己也拉一个盟友。林东，把妖兽内丹取出来。镇月宗、沈奇，感谢苍云剑宗的诸位出手搭救。苍云剑宗处境好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
是青龙岛的人抢了紫魔溪巢穴中的幼崽蛋，却祸水东引给了我们。你们也是够倒霉的，好处没捞到，还有人受了伤。要是让老子抓到青龙岛的人，老子一定给他们点教训。对了，我听青龙岛的说，你们和七贤门那帮阴孙子起了冲突。那帮孙子在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想阴我们，结果被我们解决掉了3个。此地妖兽颇多，不宜久留，不如我们一起相互有个照应。等等！快跑！有大批的妖兽在朝着我们的方向奔袭而来！加快速度，不能让他们抢先进去，不然城门一关，我们都得葬身于此。师兄，快，我们先进去！我要过去阻拦他们，以防他们进去之后把城门关闭。你们尽量快点！撤！快走，大门要关了！万仙剑派和紫霄剑阁，你们若敢关门，后果自负！往东走150丈的位置有一个密道。快进去！叶枫，林东，县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很正常？在出口的位置有一个随机的传送阵，很多宗门密道都是这样设置的，以防有人在内部埋伏。至少目前，其他人都逃过了兽群的厮杀。如果这时候遇到了堵门的那4个宗门的人，免不了一场争斗。难道这人生前就是这宗门之主？莫怪，你人都死了，放着也是放着。既然我看到了，那就证明你我有缘。先说好，有缘便不算抢啊。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玄机巅峰身法，雷闪。这杀人夺宝未免来得也太快了，难怪都说修仙界劫匪最多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在人灵界？你真是一个身负大福元气运之人。这个东西，如果你拿到手，日后对你的助力可不是一星半点。不过想要拿到手，只能靠你自己，最好把这整个祭坛都装走。那你好歹倒是告诉我是啥啊！这么强的雷霆之力，我走进去不得给我劈傻了！能够惊动剑灵现身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行了！拒绝雷霆之力，给我练！终于12层了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雷龙蛋，真不知道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人灵界的。你说什么？龙蛋？以后我可以站在巨龙的头顶上叱咤八方了。你先想想怎么把它孵化出来了。我看它现在十分虚弱，怕是免不了要微养许久。楚师兄，快来救我们！我们找到了2部玄级功法，柯勤受伤了，万仙剑派和其他几队人马都在追杀我们。先跑，等我。三方是想将我们彻底斩尽杀绝吗？就不怕镇月宗和苍云剑宗的报复吗？只要你们都死在这里，谁知道是我们杀的？就像七贤门那2个废物一样。动手，杀了他们！你们敢！我说过，我会来找你们算账的。钱少阳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大雪纷飞的夜里，我就想把你们潜伏之人咬碎嚼烂。够爷们儿，老子欠你一条命。柯勤呢？死了，为了救我。走吧。记住，我们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死的。你们先带着沈奇出去吧，他的伤势拖不得，我们随后再出去。诸位何必这么面露愁色？这次的秘境观其波动也不是太强烈，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谁不知道进入秘境之后，危险的就不是秘境了？不过六宗早就有过商议，秘境之中，生死自负，别到时候有人恼羞成怒。许哲，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勇气和我阴阳怪气。今天若来的是楚云天，你敢这么说话吗？不要再吵了！云梦仙宫的出口都已经打开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有弟子出现？有人要出来了！怎么就你们4人？柯勤呢？先走。告诉我，在秘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把其余4宗的所有人都杀了。所有都杀了？
宗主，来路上接我。楚金如在秘境里杀了4宗的所有弟子，我怕他们联手拦我。此等心性，何愁不成大器？只是柯乾，可惜了，我就不该让他来。放心吧，只要我们不承认便是了。况且，就算承认又如何？他们4家想要和苍云剑宗掰手腕，还是嫩了呀。干得不错。若是心慈手软，还入这修真界作甚？只是柯乾，可惜了，我就不该让他来。既然宗门不承认，我便以此等姿态直面。宗门规矩，秘境中事，秘境了。真有能耐，就在秘境中把你们杀了。自己没本事，他们也怪不到别人。这便是大宗门底气吗？这小子怕是在秘境中有了些许奇遇。虽然柯乾不在了，但是这一份积分可以兑换成山下的金银送去他家里，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。一本身法，一本修炼功法，你们谁需要？我不要，你们自己分吧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个，爷，小瞎子很讲义气嘛。爷爷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好烫，好烫出！小丫头害怕打雷啊？不用怕，只是打雷而已。我在这儿呢，安心吃你的包子。想吃？慢点吃，小心烫。小瞎子，你以前不是当过乞丐吗？不怕打雷吗？不怕，但是我怕下雨。为啥怕下雨啊？打雷不是更吓人吗？傻丫头，下雨人们就都回家了啊，我也就讨不到吃了的，就得饿肚子。你说的好像有那么一丢丢道理。这几年你一个人是怎么走过来的？肯定很辛苦吧？风来了我就慢慢走，雨来了我就靠别走，打雷了我就捂着耳朵走，下雪了我就抱着肩膀走。总之啊，小瞎子我一个人走了好久好久。在接下来的1个月，楚京晨跟随楚云天的申指示去到龙侯岭道观，求得了一道雷法灵咒破阵的雷枪，还在山下的历练中解决了宣天王朝的动乱。这次闭关一定要突破13层。快吸，能吸多少吸多少。我真吸不下了。现在的我
足以碾压大部分刚刚筑基的修士了。这种掐死灵气的洞十分玄妙，仅仅一炷香的时间，我已经彻底稳固了炼气13层的境界。不愧是剑灵，吸得很快嘛。宗主，你们这是？你还没筑基？回宗主的话，小子确实还没筑基。好小子，这就是圣品灵根的丹田气海吗？我修道至今，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气海。宗主，您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一个炼气10层的弟子气海，再大能大到哪里去？那个，能不能让我先去洗个澡啊？我都快成咸菜缸里的臭鱼了。谢苏长老。要不了多长时间，其他峰中的天才弟子也要陆续的突破筑基境，到时候就由楚云天带队前往开灵之处吧。今年能争到多少，就看你们这些门下弟子了。好样的，竟然引来了天道馈赠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每天都让我练这一招？是，这种事情急不来的，慢慢领悟吧。即便是更加天才的妖孽之辈，也是在一路生发成长的过程中领悟见识。对了，你最近可以准备筑基的事情了。你现在13层已然大圆满，筑基之事没必要拖下去。半个月后便是开启灵虚的日子，在此之前，众人还要前往另外的宗门，我得抓紧时间了。师父，我准备要筑基了。那今晚就好好休息一番，明日准备筑基之事。不用紧张，突破筑基之事，我已经跟你过许多遍细节了，放宽心。这是静心丹，服下过后，等药力发挥了之后再进入修炼。师父，你放心吧。放心突破，为师就在门外给你护法。镇守灵台，报元归一。来吧。冲击打开这36道窍穴，对你接下来的修行路有着莫大的好处。天地异象，看来这小子应该是成了。如此磅礴的丹田都能成功筑基，这小子的起点不是一般的高。按照如此进度下去，他日成就金丹境时，金丹品质必然不低。黄雷峰弟子楚京晨，拜见宗主以及诸位长老。好，好，好！入门5个月07天，从断体巅峰一路突破筑基，所有苍云宗弟子应该向你学习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楚京晨他有个好师傅，有绝顶的妖孽天资。可我要告诉你们，楚京晨入宗至此，闯剑塔16次，升灵台闭关修炼78次，他别院之中炼拳打烂的木桩足有39根，这就是凭什么他能这么快筑基。长生桥、修仙路，此间大道荆棘遍布，
修行更是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望勤勉。你都和他说了吗？还没，毕竟他要破境，没敢多说什么。你这小子筑基之事太过磅礴，竟是接连引动天地异象，没准今年的灵虚一事还真要靠你了。今年里灵虚一事依旧还是在紫阳殿。陆云天，今年就由你带队吧。明日就统计一下门中弟子，后天就出发。师傅，为何我感觉宗主对于这开灵虚一事如此重视啊？虽然灵虚一事比之灵根之力还要更加虚无缥缈，但是不可否认，每一位身怀灵虚气魂之人，日后都会成为大能修士。就比如苍云剑宗历代弟子中，目前能够突破到元婴的修士，有几位都是身怀气魂之人。由此可见，气魂对于修士的杀力加持极大。而紫阳殿便是整个青云大陆上都十分顶尖的势力，其殿主更是化神期的大能修士。紫阳殿掌管着诸多小的秘境，但是这些秘境对于我们这种宗门势力来说，同样十分珍贵。而这些资源，就是依靠每个势力弟子中是否具备气魂和品质高低来进行分配的。一个宗门如果掌控了任意一个秘境，对于门中弟子实力的提升都是巨大的。不过这种事情自己做没有什么把握，毕竟连剑灵都没有办法知道我是否具备灵虚。不用想那么多，毕竟灵虚一事乃是上天注定，谁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。好好稳固修为境界，后天准备出发。抱歉，楚长老，起来晚了。既然人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师傅，于虽安上船了。罢了，我们要快些赶路，争取早点到紫阳殿。小包子就交给你了。你们是哪个宗门的？我乃苍云剑宗长老楚云天，此番携弟子前来测试灵虚。老夫紫阳殿供奉宋儒，专门负责接引各位，请随我来。那都是金丹境修士的身影，难怪这紫阳殿会成为青云大陆的顶级势力。楚长老可是100年前成就过元婴之境，早已是过往之事，这辈子都未必能再入元婴喽。果然是苍云剑宗被称为800年寿元的金丹剑修，还劳烦诸位要等上2日其他宗门的人了。这2日可以在殿中随意转转，但是要注意，有些地方可能不太方便，还请理解，不要乱跑。那这2日就麻烦道友了。想休息的就回去休息一下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这是别人的地方，收敛一下脾气，切莫起了冲突。是。于岁安呢？
子安人呢？啊，他不是去找你了吗？没在你那儿。不用担心，小丫头机灵得很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这里不是苍云剑宗，没人护着她，希望不要出什么事。走，我们抓紧去找找看。老子的长袍都被你弄脏了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。听说你是那个家伙很在乎的人啊，要是把你弄残了，你说那个瞎子会不会发狂？一副穷酸样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竟然冲撞庞离师兄。不是我弄脏的，你冤枉我！臭瞎子，我没去找你，你自己倒送上门了。听说你在云梦仙宫杀了我表弟，没事了，瞎子在这儿。不管是不是他弄脏的，这些灵石就当是赔给你清洗衣服了。可惜啊，就这点灵石还不够。法袍的事情两清了，接下来就是你欺负我妹妹的事情了。想替你表弟报仇是吗？生死战，敢接吗？就凭你，生死战？就凭我，生死战，你接还是不接？兄弟，没必要玩这么大吧？我看你也是来紫阳殿开灵虚之人，何必呢？想当好人，那你早干什么去了？要么闭嘴，要么你替他接。哼，紫阳殿的弟子都这么没种吗？我接了。清霄殿演武场，1个时辰后我等你。楚爷爷，不怪小瞎子，是我闯祸了。没事，你先回去睡觉吧，爷爷不怪他。对不起，师父，我当时没忍住。一帮废物，竟然能让紫阳殿的弟子都欺负了于罪安。徒儿，徒儿在。紫阳殿而已，这战书下得好，放心去战，出了事，老夫给你兜着。不就是个立灵虚吗？就算紫阳殿不给我们测，老夫带你们去灵雾殿，当真欺我苍云无人。师父放心。楚道友，你这门下弟子怎么能和那庞离下了生死泪呀？哦，怎么？紫阳殿的弟子打我孙女在先，我徒弟开口下战书有何不可？既然都是各自的门下弟子，不然就把这生死战改成普通比武吧。只是一点小冲突罢了。又不是什么大仇大怨的。我不管那弟子的师尊是谁，回去告诉他，不改。若是他师尊不服，尽管可以在弟子战之后来找我楚云天。行吧，那我就回去复命了。我要你们所有人都记住，既然选择了当一个剑修，那就理应出剑无忌。何为无忌？就算他紫阳殿是北域顶尖势力又如何？楚京晨今日敢下生死擂台的挑战，就证明他有出剑的勇气，而不是面对强大势力的弟子，面对不公就唯唯诺诺。哼，想不到这下战术的竟然是个瞎子，
瞎子咋了？现在阿猫阿狗都能修道了，起码人家还筑基了不是？要我看啊，要不了半炷香，就得被庞离打得跪在地上求饶。我看未必，敢下生死雷的战书，肯定是有些实力的。开盘，开盘，有没有压这瞎子的？庞离和这家伙一赔10。你有多少家底？3000下品灵石，先打听一番，别让他跑了。你就放心吧。下品灵石，共计6500块，压我楚哥，希望你赔得起。6500块，我接了。我胖子搞赌，言出必行。只要你赢了，拿着玉简来找我。我叫唐如。一个金丹境后期的长辈，竟然对一个助医施压！紫阳殿的长老都这么不要脸吗？老夫说错了。想打架，老子让你们3个一起上都行。一样是生死类，敢接？我们现在就去！在这欺负小辈算什么？哼！口出狂言，楚云天，你别太过分！狂不狂？你可以和我试试，别和老夫耍嘴皮子。你。云天，你和他们一般计较干嘛？苗老，既然战书已下，那就生死各安天命。人嘛，无论是谁，总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就由老夫来主持吧。生死之战没有任何规则和限制，开始吧。死瞎子！受死吧！看来这庞离的灵根，即便是天灵根，天赋也不算太高。你的实力就是这样，未免也太让人失望了。我的手，我的手呢？你之前的嚣张气势，还是说你表现出来肆意妄为，只是你紫阳殿弟子的身份？别得意的太早，老子的杀手锏还没出呢。苗老，这爆灵丹有点过了吧？都说了，生死之战无论手段如何，爆灵丹吗？这气息已经快接近筑基中期了。我要你死！灵咒293研爆！灵咒，庞离竟将研爆修行到如此境地，还以为你留了什么后手。既然如此，你别！就算你赢了又怎样？我乃清霄殿主的弟子，只要我不死，我一定会找机会杀了那个死丫头。是个极好的苗子啊！哼，胜负已分，你已经赢了。小畜生，你敢！你敢动一下试试？
好一个苍云宗的弟子！今天梁子算是结下了，希望他以后不会落在我手里。不用想着我残忍，今天若是我落入下风，我相信庞离一样不会轻易放过我。你们若是不服，都可以上台来，我就站在这里等你们一炷香。那楚京尘戾气也太重了吧！就是杀人，倒是也杀过几个，可像他这样虐杀的，戾气重，他对你们戾气重了。你们说这些话真让我觉得恶心。今天就算不是小包子出事儿，换作是你们，任何一个人，我相信楚京尘依然会选择下战书。你们记住，他守护的不仅仅是于岁安一人，更是苍云剑宗的所有人。若是今天他对着紫阳殿弟子卑躬屈膝，明日整个北域所有宗门都会知道，苍云剑宗的弟子都是软骨头。你们说出这些话，若是被师弟听到，必然很伤心。正如叶枫所说的那样，楚京尘今日所作所为，固然是有些残忍了。可从今日起，紫阳殿弟子再看到任何一位苍云剑宗的弟子，绝不敢肆意欺辱。以后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境，千万不要让自己心中出现心魔之症。杀他可以，但是今天的手段，为师只担心你的心境会有问题。他威胁我，日后要找机会杀了于岁安。难怪当时在台上看了我一眼之后，转头就痛下杀手了。原来是因为如此。这几日修炼之前，都服用一颗静心丹在修炼。不要影响了心境，怕你日后会生出心魔。行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应该就可以测试灵虚了。你七我三，毕竟我都没出力。谢谢。谢什么？睡觉睡觉。玲玲，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为何要怀疑自己？你在出拳之时，不是已经下定了决心吗？至于手段，你这些在我眼里都只是小儿科罢。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反倒是觉得你这种性格，才能真正在这残酷的修真界中生存下来。是啊，我在出拳之时已经坚定了心中想法，又何必纠结？这一夜的紫阳殿并不平静，郑浩回到殿中后大发雷霆，但他却不能表现出来，因为苗老已经点头默许了这场战斗。苍云剑宗的弟子都来了吗？苍云剑宗昨天就来了。哼。那他们来的里面有没有一个瞎子？哈哈，上次云梦仙宫这才过去多久？那家伙不可能现在就筑基了。
你们和那人有过节？哼，岂止是有过节，他杀了我们七贤门5名炼气弟子，这笔账迟早要找他算。他来了，不过我劝你不要想着报复之类的，就凭你们几个，真不够他一个人杀的。说完，紫阳殿的弟子便指了指已经安排好的住处，转身边走。很快，他们就从紫阳殿的口中得知了白天所发生的事儿，这让原本还想找茬的几宗顿时没了脾气。准备去测灵殿了。楚兄、叶兄，你们两个果然在。哟，上次的伤势都恢复了？早就恢复了，我可是听说了昨天的事情了。楚兄，你还是强啊！对了，从云梦仙宫出来后，他们几家有没有找你们麻烦？哼，我镇月宗没找他们麻烦就不错了。希望我们灵虚之中都有气魂。哈哈。诸位可以先进来。入祭坛之前，需要先经过敌尘池水，需在里面站定3息的时间，再站在祭坛中央。废物！哼，杀了个紫阳殿的弟子罢了，狂什么狂？有本事这次灵虚测试，你也狂一个！你什么灵根？老子木系天灵根，怎么？难不成你是废灵根？哦，木系天灵根是挺厉害的，可惜啊，你们怕是不知道我是圣品灵根吧？还是雷系的。你们万剑剑派倒是消息闭塞，是不是和人说话都要隔着山头靠喊的？没错，实力不行，脑子也不大中用。叶枫，以后碰到万仙剑派和紫霄剑稿的人，都离他们远点儿。下面就从苍云剑宗开始吧。那就你上吧。你爷爷到底是谁？这是什么？难道要我自己选？你会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主人。不知道为何，这臭小子灵虚竟如此难打开，并且祭坛之上镶嵌的灵石竟被快速消耗着。他须弥九宫诛仙纹，苏璇，你到底是谁？以血纹分割刻画而成，是为了隐藏他的空灵道体吗？因果线，老头，你这是想让我彻底和他的命运因果绑在一起？既然如此，我便选择他又如何？剑灵，是你吗？好，好，好，9品剑气魂，果然是天资过人，福运傍身。不愧是楚师弟，9品还是剑气魂，这次我们铁定可以分到一个试炼秘境了。
真不知道你这家伙为什么不去中域的那些圣地当圣子。九品的剑气魂，这等人物只要不死，100年之后必定名震苍云域。他修道多久了？太慢了，都5个月了才筑基。我也是。参见大长老。此次灵气暴动是何缘由？你就是楚京晨，竟然有如此天赋，要不要考虑做老夫的关门弟子？我还和你同是雷系灵根。哼哼哼，哼，有了师门又如何？做我古雄的弟子，才不会埋没了他的天赋。紫阳殿也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他的消耗。晚辈楚京晨，拜见古殿主。你意下如何？不用担心已有师门的问题。修仙界中，良禽择木而栖，改换门庭之事并非罕见。晚辈本就出身低微，入门之时也只是个乞丐。承蒙苍云剑宗不嫌弃，和紫阳殿的殿训一样，心胸宽广。若是退出这样的宗门，那日后若是还有更强大的宗门想让晚辈过去，到那时，小子我是去还是不去？所以，承蒙前辈的抬爱，是小子我不识抬举了，恕晚辈很难从命。苍云剑宗好福缘呐！你小子这番话说的，让老夫都有些无地自然了。既然如此，希望你日后能够仙途坦荡，早日踏入更高的境界吧。师父，哼，臭小子，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冲动的莽户，想不到人情世故上你也是一套一套的。要不是你这一番话说的滴水不漏，我都差点想带着你跑了。看得老夫我都是捏了一把汗。古殿主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不好。好了，继续测试吧，我把石柱换一下。他就这么把一位半步化神大能给拒绝了，而且他还安然无恙。日后此人能不招惹，就一定不能招惹。唉，这突破中期，怕是要一段时间了。即便我吸收灵气的速度堪称恐怖，但是我的丹田锁住的道态太大了。剑灵，在吗？怎么了？剑灵，那把剑是你吗？是我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可以承载我的投影。那你为什么剑锋之处是断裂的？我曾经斩过一物，自此之后，我就成了你看见的样子了。那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吧？为什么这么说？那个，我想知道你能带给我什么能力啊？这要等你打到了魂器之后才能领悟到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我可以根据魂器的不同，赋予其特殊的能力。赋予特殊能力？不过你也不用急，先不说你能不能找到一位很厉害的魂器师，就算你找到了，所打造的魂器也未必能够承载无的力量。今天怎么分给我这么多？我觉得你和之前不一样了，好像更加信任我了。从昨天开始，你我的命运便紧紧连接在了一起，荣辱与共。倒是我心中也有个疑问，你知不知道自己身上所画的血色纹路是什么？都是我爷爷弄的。我从6岁跟着爷爷开始，每年他都给我绘制一部分。绘制的时候无比痛苦，再来一次，打死我都不会选择再画了。我很好奇你爷爷的真实身份。
这大须弥九宫诛仙纹，就算是我，都以为这血纹的绘制方法早就失传了。这东西有什么用？遮掩你先天的空灵道体，避免太早被上界的仙人发现，免生祸端。不得不说，你爷爷很厉害。好了，我要去休息了。这次你可要好好奖赏京琛和叶枫了。赏，该赏。黄雷锋弟子楚京晨觉醒9品剑气魂，为苍云剑宗争取到了1座试炼秘境。赏培元丹10瓶，宗门积分3000，下品灵石5000，地级生灵台使用1个月，入藏书壳1次，可任选2本功法秘籍。叶枫，赏培元丹3瓶，积分1000，下品灵石1000，旋级生灵台使用1个月。宗门穷啊，理解理解。宗主啊，你的偏爱明目张胆，穷可以一起穷。那个，你们新晋弟子刚好入门半年，特此宗门允许你们回家探亲半个月，明天收拾收拾就可以下山回家看看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准备回家看看？算了，不回去了。我爷爷不在家，回去没啥意思。你呢？我回去了也是碍我爹的眼，还不如不回。要不要我带你去个修炼之地？难道是宗门之中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不知道？我就说你小子修炼速度这么快，肯定是楚长老给你开小灶了。什么叫做开小灶啊？这地方可是我自己发现的，我管那地方叫红尘炼心。炼心的秘境，别那么多废话，你就说你去不去就完了。去，我倒要看看你小子为什么能修炼这么迅速。这就是你说的红尘炼心？问那么多干嘛？跟我走就行了。哈哈哈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我兄弟都快喘不过来气了。红尘炼心的威力果然名不虚传。家里出事了，我得回趟族中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没想到你小子家境如此殷实。我在族中排行老3，上面还有2个哥哥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有什么郁闷的？我是庶出，看来叶枫以前的日子或许并不好过。娘，我回来了。风儿，这位是？他叫楚京晨，是我在宗门里的朋友，十分仗义，对我也很好。这是我母亲苏西。苏姨好。好，我们家风儿脾气不好，没少麻烦你吧？走，快进屋里面坐。我在这个家里没有朋友，为什么？别人也看不上我，我也懒得去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。一会儿让你看看我妹妹叶青儿，那才算得上是倾城之姿。先警告你小子啊，
要想当我妹夫，你得先过我这一关。谁家好人一上来就介绍自家妹妹的呀？我去帮帮忙，一会儿给你尝尝我娘的手艺，一绝！娘，青儿呢？风儿现在已入仙门，成就筑基，可以替母亲分忧了。跟我说实话吧。是长大了，青儿应该在你父亲那里，你去看看吧。记住，不要和你父亲吵架。其实他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的。放心吧，素姨，我会看着他的。这次算是把叶家逼得走投无路了。叶青儿，我要定了。说话之人是谁？叶家出什么事儿？曾兄，你就大人大量，看在这么多年我们两家交情的份上，再多宽容我2天。老爷呀，不是我不给你宽限，而是这批货可是供给大宗门的。你若再拿不出货来，那可就要接之前的条约，赔付100倍违约金了。一旦毁约赔偿，整个叶家都被掏空家底，其他有生意来往的家族也会相继解约，叶家会瞬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我又何尝不知道违约的代价？可我现在根本调不出来这么多的货。老爷啊，别说我不仗义，倒是还有一个法子。你们家青儿也是大姑娘了，不如与我家曾儿。风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后面这位是……等等，你筑基了？这是我朋友。先过来坐吧。想不到你们家老三都筑基了啊！恭喜恭喜！怎么，和我摔杯子？曾书恒，既然已经打算好了的事情，又何必在这装模作样，摇尾秦莲的戏码？这么多天，我叶天鹰也都做尽了，还真当我叶家怕了你不成？哼！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里，要不把货补上，要不就2家联姻，不然后果自负。你做梦！青儿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们曾家。一个堪堪筑基的小屁孩，也敢对我大声呵斥？叶天鹰，我看你这家教不是很严啊，要不要我替你管教管教？你帮我管教试试，你是不是太把你曾家当回事了？若不是你踩了狗屎运，突破了金丹境，你曾家连个世家都算不上。在我眼里，你们曾家就是个暴发户罢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希望3天后你还能如此嚣张。既然你已经筑基了，家里的事情理应你也应该知道了。3个月前，曾家上门想要和我们家合作，做一笔灵草上的大买卖。与我们家合作的几家商铺，也表示能在规定时间内凑齐货物。可眼看时间就快到了，那几家商铺却不知何原因迟迟交不出货来。这或许是他们做的一个局。那几个供货商应该是被曾家给收买了，而且曾家的目的也并非是你叶家的产业，而是燕青儿。什么？
难怪那老贼一直要让我把青儿带着。原来之前传闻他儿子曾与曾远身体出了问题，果然是真的。他们肯定是看上了青儿的阴水之体。哼，算盘都打到我们叶家头上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此事怕是不好解决，何况还是契约之事。不就是100万灵石吗？我叶家赔得起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想让我交出青儿，绝不可能。爹，既然你这么看重青儿，为何之前这么多年对我们和娘一直不管不顾？不管不顾，我若是不管，这山庄里面哪里还有你们的容身之地？我若是不管，你和青儿又怎么可能衣食无忧，钱财不断？你觉得我从来对你管教十分严厉，甚至不近人情，对你大哥二哥宠爱有加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你终究会踏上仙途，追寻长生路，所以我从不让你碰家里的生意，因为我对他们二人没有太多的期望，能打理好家中一切便好。既然你已入仙途，成就筑基，明日你们便搬到前院吧。看来这件事，怕是只有我推一把喽。叶天鹰，契约日期已到，是我们两家喜结连理呢，还是你叶家一贫如洗？你曾家的好计谋啊！我告诉你，青儿绝不可能被你带走，要么拿上灵石地契，赶紧滚蛋；要么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曾书恒，你敢动我女儿，老子散尽家财，也要找一位元婴大能灭了你全家！凤儿，护住青儿！灵咒，雷枪，好手段！师傅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被人给打死了！楚兄，这次我们怕是凶多吉少，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在我面前放火？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敢欺负我徒儿？擅自决定给你小子找了个靠山，别怪我啊！你是想让峰主收我为徒，是不是有点？现在这个情况，曾家摆明了就是要你妹妹嫁过去，对方扯出来的宗门是哪个都不知道，只能让涂长老收你为徒，也是压人，方能破局。再说了，你小子天赋不弱，又是王品灵根，还觉醒了7品剑窟，涂长老收你为徒，你俩谁都不亏。没事吧？师父，我没事儿，倒是涂长老愿意吗？你这话问的，
那你猜猜看，他为什么破关而出，穿梭空间赶来？叶家家主叶天鹰见过诸位前辈。出了什么事儿？家主，我们遭到了伏击，我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啊！叶家竟然会有元婴境大能给撑腰，没想到竟然是苍云剑宗的药材供应了。很好，从今天开始，苍云剑宗会和你们曾家切断任何药材生意上的往来。日后所有的需求都交给叶家来做，而且我今日可以不杀你，但日后叶家但凡出现一点点的问题，我都会算到你们曾家头上。叶家死一人，我就杀你曾家100人来赔。听懂了吗？赶紧滚吧！谢长老不杀之恩。诸位前辈，还请到山庄坐坐。当然要做，毕竟我可是来收徒的。还希望叶家主能够点头同意呀。凤儿能拜您为师，也是他的荣幸。这小子身子骨也太好了，伤这么重，竟然恢复得这么快。你身上的血色符文是怎么回事？也没什么，我爷爷给我画的，不知道有啥用，对我也没什么。明明那纹路十分玄妙，但却不知道有什么意义。这臭小子的爷爷最少也是一个元婴境的大能，甚至是化神境修士也未必不可能。先吃点东西吧，吃了之后我帮你换药。药膳还是添加了灵草和妖兽肉的。师傅，这不会是宗门里给您准备的吧？吃你的就是了，是我让他们准备的。你小子受了伤，吃好点好养身体。宗门的资源只够开启1次试炼秘境的，我可不让你小子赶不上。师傅，对于我杀人的事情，你好像从来没有多说过什么。哼，说个屁！他们都进到宗门境内的，难道那种情况下我会说你没有留活口？再说了，斩草除根，这是修仙界结仇之后的第一铁律，你一定要记住。一旦你们之间产生了冲突，只要有机会，一定要下死手，能杀则杀，千万不要心慈手软，或者有所顾虑。虽然你师父我说什么说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滥杀嗜血之人。如果将来你变成那样的人，我一定会亲手清理门户。徒儿，你要记住，这里有一杆秤，什么人该杀，什么人不该杀，他最清楚。或许我现在心里的这杆秤，也仅仅是初具雏形，但我相信，师父会告诉我，什么才是这杆秤上的刻度。京晨，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今儿我做主，我把我妹妹许配给你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妹夫。楚京晨，
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觉得父亲不喜欢我，冷落了我们一家人。可经过了这件事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好像对他一点都不了解。你父亲敢散尽家财赔上百万灵石，就足以可见，他并非不在乎你们。是啊，我还以为他会选择牺牲青儿，保全整个叶家。怨气消了？消了一些，还要看他后面怎么表现。谢谢。有涂长老当你的师傅，日后仙途坦荡。家中不用惦念，你就全心全意的把心神放在修炼上就可以了。储物戒里面有一个玉瓶，回头送给你朋友，人家帮了这么大的忙，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。爹，对我娘好点儿。小瞎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在这儿都快无聊死了。小包子，你练气2层了？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反正那在路上跑着跑着，突然感觉身边有绿色的小光条，我就抓起来往嘴里塞，好，然后就练气了。没想到这小丫头修炼天赋这么好，她还不到7岁。什么叫跑着跑着就练气了？走走走，今天瞎子哥哥必须好好奖励你。好呀好呀，你真好。筑基中期了，若不是因为这千年白玉髓，我起码还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突破到筑基中期。